一个英国人也配演毛主席？为什么同样是扮演伟人，有人故意模仿口音，反而遭到全网抵制；有人只是往那儿一站，就让主席的女儿抱着他失声痛哭？以下几位都曾饰演过毛主席，在你心里最认可的是哪一位？最后一名，张铁林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位常年演皇帝的演员也曾尝试过伟人角色。他在《红军东征》《钱学森》两部作品里出演毛主席，为了贴合人物，他也下过苦功夫。为了贴合瘦削体态，2周减重6公斤，还主动向唐国强请教表演技巧，反复琢磨主席的站姿、神态、抽烟习惯。但是努力并不代表着成功。伟人扎根华夏土地，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红色情怀，让张铁林一个英国国籍的演员来演绎毛主席，这本身就是对伟人的不尊重，不是吗？第5名，王仁君。如果要选一个最适配青年毛主席的演员，那就是他了。他前后5次塑造伟人形象，代表作涵盖1921、古田军号、问苍茫。不同于其他演员侧重神态模仿，他深耕青年时期的主席，精准拿捏住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热血、青涩与倔强。为了演好角色，他提前2个月研读早期文稿，苦练韶山方言，刻意收敛自身锋芒，还原伟人求学探索阶段的纯粹感。很多年轻观众第一次直观感受到青年主席的鲜活模样，大多来自他的演绎。他塑造的青年毛主席，既有革命者的刚正不阿，又有普通人的温情，完美诠释了刚柔并济这4个字。而他和别的演员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擅长用生活化的细节打动观众。剧中有很多小片段，比如在发现军队一些官僚主义的行为后，满脸心痛的训话；比如在听到小孩子说自己不如牛马时，颤抖的双手。这些细节都让我觉得，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毛主席会做的事，会说的话。第4名，唐国强。他不是外形最贴合毛主席的那一个，但是绝对是气场最强的。早年他出演伟人时，争议声不断，观众觉得他眉眼硬朗，少了主席的温润柔和。但岁月沉淀过后，唐国强靠演技扭转了口碑。他擅长把控宏大历史场景里的情绪张力，谈判时的沉稳，决策时的果决，面对百姓时的温柔，都刻画得入木3分。常年揣摩伟人格局心境，让他自带一种压迫感和大局感。中老年阶段的主席形象，至今没几个人能轻易超越他。他甚至不用刻意去学韶山话，是少有的只用普通话就能展现毛主席气场的演员。第3名，侯军健。他足足10多次登台演绎毛主席，但是高产从来不是他的标签，敬业才是。他常年泡在史料馆，翻看老照片，查阅历史记载，把伟人不同阶段的神态、语气、小动作全部整理归类。他主攻中青年时期的主席，表演最大亮点就是细腻，田间劳作的质朴，指挥作战的干练和群众相处的亲和，每一种状态都切换自然。而他最深入人心的一次演绎，还是《觉醒年代》里的青年毛主席。剧中那一段雨中奔跑的戏份，我最开始是在2创里看到的，等我去看了原片，才发现他饰演的毛主席居然感染力这么强。镜头里的他在人流中逆行，眼神却始终在底层穷苦人民的身上流转，有心疼，有无奈，更有坚定的信念。只用一个眼神，就把毛主席的忧国忧民展现出来了。第2名，张克尧。很多年轻观众对他可能并不熟悉，但他却是老一辈心中无可替代的毛主席声线天花板。他的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，天生就有一副酷似毛主席的声线。早年技术有限，很多红色影片需要后期配音，张克尧常年为伟人配音，反复打磨方言口音，钻研说话节奏。不少亲历那个年代的老人听到他的声音就红了眼眶，单凭声音就能唤起大众的红色记忆。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《开国大典》。很多人看这部电影时都以为结尾开国大典的片段是真实的纪录片，其实画面里毛主席的形象是古月饰演的，声音却是张克尧配的，两人一形一声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才打造出了那一段经典场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。其实这部剧原定是张克尧饰演毛主席，后来因为他生病才换成了古月，而他依然坚持完成了配音工作，这份敬业值得敬佩。第1名，古月。毋庸置疑，古月就是全民公认的最佳毛主席扮演者。从影的27年间，他在80多部影视作品中出演了毛主席。他的优势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外形，天生就和毛主席十分相似，这一点甚至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认可和肯定。1978年，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毛主席的特型演员，经过层层筛选，20多位演员的照片送到了叶剑英元帅面前。元帅一张张审阅，最终在古月的照片上画了圈，还说像很像。就这样，原本是昆明军区文化干部的古月被选中成为了特型演员，开启了他演绎伟人的一生。他没有辜负这份信任，为了贴合毛主席的形象，他硬生生把额前的头发一根根拔掉，只为突出伟人饱满的天庭。
他搜集了几百张毛主席的画像，一遍遍研究脸型和神态变化，哪怕是一个微笑、一个手势，都要反复打磨。为了模仿毛主席的语调，他一遍遍看纪录片，练到嗓子沙哑，说不出话也不放弃。为了还原毛主席写字的场景，他专门去练习草书，一练就是好几年。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他那一手字和毛主席几乎一模一样。一次活动现场，李讷见到古月，一眼望去，恍惚间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父亲。他不受控制走上前，紧紧地抱住古月，情绪彻底失控，失声痛哭。这一刻足以证明古月的还原度有多高。古月一辈子只专注做好这一件事，穷尽半生演绎伟人，先后出演数十部红色影片，拒绝过度商业化包装，始终带着敬畏之心拍戏。在无数观众心里，他早已不是单纯的演员，而是伟人最鲜活的复刻。我们再也见不到真实鲜活的伟人了，但这些特型演员的存在，替我们在荧幕上留住了这抹红色身影。